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易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：女人的情商高还是低，到底有那些区别？看完你就懂了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情商是一个人在情绪管理、自我意识、社交技巧等方面的能力。情商高的人懂得如何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。情商高的人在说话时会避免这些方式，从而更好地表达自己，理解他人，并建立积极的互动关系。情商高的女人和情商低的女人过的是两种不同的人生。写给女人的哈佛情商课中有一段话：高情商的女人外表柔弱，内心却不脆弱，意志坚强，言行却不逞强。与人相处时，那些高情商的女人总能以她们的智慧和细腻，轻松化解各种突如其来的尴尬与危机，仿佛她们天生就懂得如何在人际交往的舞台上优雅地舞动。她们不轻易被情绪所左右，即便是面对再平凡无奇、琐碎繁杂的生活，也能从中找到乐趣，活出一种别样的幸福与通透。人生路上难免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情世故，它们像是一张错综复杂的网，将我们紧紧缠绕。但高情商的女人总能以她们独有的温柔与坚定，一一破解这些难题，展现出一种令人钦佩的力量。一，对生活充满热情。时间匆匆，往岁月深处走，生活也许会磨平你的棱角，但请你不要失去对生活的热情。一位29岁的女孩给三毛来信：我是一家报馆最低层的办事员，下班只能回到租来的小房子。面对贫乏的人生，我感受不到任何快乐。三毛的回复则明朗热情：布置一间喜欢的房间，换一个新的发型，去学感兴趣的课程，用一种全新的环境去充实自己，用生活的梦想一点点装饰人生。只要你对生活抱有热情，生活定会回赠你一个丰富美丽的世界。若不被失意打败，敢用热情驱散生活的阴霾，女人便拥有了战胜自我的武器。人活一生，不论当下处境如何，都不要失去对生活的热情和期待。热情地活下去，阳光才能透进来。二，不抱怨，不指责。生活中，谁没经历过那么几个坎坷？每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中，都难免会碰到让自己皱眉头的时刻，心情难免会跌入谷底。但你知道吗？那种动不动就抱怨连连，或者随意责怪他人的行为，真的挺让人不舒服的。只顾着自己情绪的宣泄，却忽略了身边人的感受，这样的做法不仅让周围的人想要远离，还会让人觉得你情商有待提升。不抱怨的世界书中说，我们抱怨或指责，是为了获取同情心和注意力，以及避免去做我们不敢做的事情。高情商的女人很少被不良情绪所影响，面对困境，她们会冷静地找出问题的根源，用行动去化解难题，遇事淡定从容，做到心中有数，是一个女人最好的生活状态。不抱怨命运，也不轻易指责他人，这样的女人既能管理好情绪，也能管理好人生。三，多赞美别人。约翰·杜威曾说过，人类本质里最深远的驱策力就是希望具有重要性，希望被赞美。而女人天性里的矜持和骄傲，总是吝于赞美别人，也羞于赞美自己。学会赞美别人的人，才是真正值得赞美的人。在某一期综艺节目中，央视一姐倪萍和董小姐罕见同台，两人首次合作，让无数人感动不已。董小姐坦言自己和倪萍私交甚少，可是她经常会从同事那里听到倪萍夸她。这种被前辈认可的感觉，让她备受鼓舞，更成为支撑她不断前行的动力。愿意称赞别人身上闪光点的女人，本身也自带光芒。
因为赞美别人是表达自己真诚和善意的最好方式。4. 守时。在生活的日常里，那些总能准时出现的人，总让人心生敬佩。他们像是时间的主宰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安排得恰到好处。这样的靠谱，源自于内心坚定的准则与清晰的目标。做人有原则，做事有章法，他们的每一步都走得稳健而有力。尤其是那些女性，当她们能够严格遵守时间，处理事务既迅速又果断，那种形式上的利落与高效，自然而然地散发出一种强大的气场。这种气场不需要华丽的辞藻来修饰，也不需要繁复的装扮来衬托，它源自于内心的坚定与自信，足以让周围的人为之侧目，吸引更多的目光与尊重。相反，那些在生活中看不清自己的目标与方向，缺乏执行力，态度又不够坚定的女性，往往会在迷茫与徘徊中浪费掉大量的时间与精力。如若凡事拖拖拉拉，借口狡辩，时间一久，便失去了应有的信任，身边的朋友自然也会散去。人生路路，那些遵守时间、心中有度的女人，不论在职场还是生活中，都有一种令人如沐春风的感觉。和这样的女人相处，人生也有了节奏和目标。守时是对别人的尊重，也是对自己的期许。5. 善于包容。生活中有这样一种女人，一遇到意见不合的人和事，就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辩之中，试图说服对方遵从自己，结果只会让人敬而远之，果断远离。而一个善于包容的女人，能够明白对方的难处，体谅他的心情。她用包容赢得了信任，也收获了一段良好的关系。高情商的女人能看到别人的优点，也能理解别人的缺点。她愿意去接纳不同的声音，也愿意尊重每个人的观点。因为真正的包容，既能容纳了别人，也给心灵留下了自由的空间。当我们不再固守自我，捍卫所谓的真理时，才能感知到更大的世界。任何时候，用包容的心态对待他人，才是一个女人成熟的标志。6. 懂得聆听。很多时候，一个人话说得多了，听到的反而就少了。热衷于表达自己的女人，总少了一些聆听他人的耐心。如果一个女人在你面前滔滔不绝，往往使人疏远，也被人看轻。因为好话不再多说，学会聆听才是真本事。懂得倾听的女人，会主动搁置对自我的关注，屏蔽不需要的言论，给对方一个舒缓的倾诉环境。如此不仅增进了亲密与好感，也让关系更为融洽。哈姆雷特中说，凡事须多听但少言，聆听他人之意见，但保留自己之判断。聪明的女人在聆听时，不仅可以深入了解他人，还可以辨别出好的思想，来提升自我。聆听给予一个女人安静的力量，也尽显她为人处事的修养。7. 不说闲话。一个爱说闲话的女人，永远将目光放在了别人身上，要么给对方使绊子，要么让别人沦为自己的谈资。最近热播剧《我们的婚姻》中，沈慧星就遭遇了职场危机。同事李莎经常给上司打小报告，称沈慧星总是提前下班。在上司批评她报告出错时，李莎依然不忘将矛头对准沈慧星，暗示她消极怠工。没想到她的心计被上司当场戳穿。一个只顾着挑拨离间、说人闲话的女人，根本没有精力放在工作中，不如索性将其开除。闲话虽小，可带来的伤害却极大。不说别人的闲话，是一个女人发自内心的善良。任何时候说别人的闲话，不如把精力放在自己身上，如此才能增长知识，提升能力，获得更好的成长。8. 不自卖自夸。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一类女人？
她们总是貌似不经意炫耀自己的家世，称赞老公事业有成，或夸奖孩子品学兼优。热衷于自夸的女人，不过是隐藏了真实的自我，成全了内心的一份优越感。殊不知，一个人炫耀的东西越多，暴露自己缺点的可能就越多。现实告诉我们，与人前的体面相比，生活的冷暖自知则更为深刻。聪明的女人不会处处招摇显摆，也不会自卖自夸。越是厉害的女人，越平易近人，谦虚谨慎。人生在世，好的关系不是自夸出来的，而是用爱去努力经营出来的。与其卖力得到他人的好评，不如学会低调行事。不骄不躁，不卑不亢，才是一个女人内心丰盈的体现。9. 不过分比较。生活中对于有的女人而言，有些失意和挫折，不是因为失败，而是因为比较。容貌与资本，事业与家庭，似乎都成了生活的筹码，每个人都想赢得最终的胜利。然而，羡慕别人拥有的，只会忽略自己所拥有的。太执着于比较，过分去比较，只会让自己变得不快乐。一个女人的安全感，不在于她外在的比较，而在于她内心有多充实与幸福。高情商的女人知道，真正享受生活的人，从不会因比较而感到自卑，更不会因此丧失生活的信心。正如杨绛先生所说，我和谁都不争，和谁争我都不屑。简朴的生活，高贵的灵魂，是人生的至高境界。女人终其一生都在与自己较量，放下比较，才能接纳真实的自己。10. 责任心强。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，我欲于群峰之巅，俯视平庸的沟壑。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，我站在伟人之间，藐视卑微的懦夫。这2句气势恢宏的誓词，是云南丽江华坪女高的校训，也是校长张桂梅一生追求的理想。为了大山里的女孩不再忍受愚昧和贫穷，张桂梅从师范毕业后，便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，挨家挨户劝说女孩上学。身上的责任，肩上的担子，让她一干就是一辈子。她践行了一位人民教师最好的职责，也给无数农村女孩铺就出了美好的未来。女人若有责任心，便有了行走世间最坚硬的铠甲。它可以让我们在低谷时不气馁，高处时不张扬，永远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，脚下的力量。很喜欢一句话，情商是一种能洞察人生价值，揭示人生目标的悟性，是一种可在顺境逆境之中穿梭自如的能力。对女人来说，情商是一种不刻意掩饰的真实素养，更是一个女人不可或缺的幸福资本。每一个高情商的女人都有着把生活过好的能力。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·戈尔曼《情商》一书中说，你让人舒服的程度，决定着你所能抵达的高度。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一举一动都体现着你的情商。高情商的女人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能让人如沐春风，倍感舒适。而情商低的女人，却处处受限，整日活在阴霾之中。下面再将一下这6种低情商表现，女人越早避免越好。1. 常常怨天尤人。鲁迅曾说，往往人一开始抱怨，事情就会迅速朝他抱怨的方向前进。一个女人越是牢骚满腹，就越容易被负能量裹挟，让自己生活的举步维艰。小区里有位妈妈，婆婆帮忙带娃，丈夫按时上交工资，孩子也活泼伶俐，旁人都觉得她的生活不错，只有她自己觉得婆婆烧的饭菜不合口味，老公无法常常陪伴孩子，孩子总是顽皮捣蛋，把自己气得暴跳如雷。慢慢的，大家就不爱和她聊天了。抱怨就像一味毒药，伤己又伤人。而当一个人习惯了抱怨，感受的就只是冷漠。越是低情商的女人，越喜欢怨天尤人。她们哀叹命运的不公，吐槽人心的险恶，却没有积极行动和展露真心，让自己深陷泥沼，苦苦哀叹。有句话说得很好，
人生只有这么长，多抱怨一天，就少幸福一天；多回头看一天，就少前进一天。与其抱怨，不如改变。那些不爱抱怨的女人，笑容明媚，知足常乐，能收获细水长流的幸福。2. 太过情绪化。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。高情商的女人遇事冷静，从容应对，低情商的女人却总是情绪失控。之前看过一档情感节目，女孩性格敏感，一点就着，总是对男友大发雷霆。两人坐公交去银行办事，因为男生记错站，女孩瞬间生气，无论男生怎么道歉，她就是蹲在地上不起来。男生到女生家里做客，刚在沙发坐下，女生就拿起2根头发数落男生：“你弄得我家沙发都是头发，赶快给我扔了。”就连做饭时的水蒸气掉到锅里，女生也会立刻翻脸，让男生不知所措。低情商的女人往往无法控制情绪，一句话不合心意的话，就会火冒三丈，翻脸走人；一件考虑不周的事，就会歇斯底里，暴跳如雷。可这世界没有人有义务对他人情绪负责，而那些被情绪裹挟的女人，只会让自己活得疲累不堪。尼采曾在《善恶的彼岸》中写道：如果情绪总处于失控状态，就会被感情牵着鼻子走，丧失自由。一个人的情绪里，藏着他的修养与未来。太过情绪化的女人，只会让自己陷入绝境，也失去他人的尊重。3. 随意评判他人。电视剧《新居》里，顾青瑜事业成功，却喜欢对弟弟和弟媳的生活指手画脚。他认为弟媳精于算计，多次挑拨离间，叫弟弟要防备着弟媳，在背后说弟媳的不是。一次争抢之下，弟弟失足摔下楼梯，失去生命。生活中，像顾青瑜这样的女性不在少数，她们打着为你好的名义，永远做着伤害别人的事情。这世上，没有谁能完全了解另一个人，也没有谁能够真的掌控他人。即使2个人的关系再过亲密，也应保持适当的距离，对彼此给予真诚的尊重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世上永远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。你永远不知道别人经历了什么，也永远不知道背后所有的真相。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。一个无意的举动，可能是伤害他人的武器；一句轻飘飘的挑拨，可能是压垮别人的最后稻草。言语如刀最伤人，评判如剑最害人。一个高情商的女人，永远不会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揣度他人，更不会随意对他人的生活指手画脚。因为他们明白，情商低不代表性格直爽，没教养也不等于关爱他人。4. 喜欢斤斤计较。有人说，最伤害婚姻的是伴侣的斤斤计较。一句无心的话就被指责辱骂，一件曾经的错失总是揪着不放，常常数落。这样斤斤计较的女人，在意分毫得失，习惯锱铢必较。她们就像一只刺猬，将自己和对方伤得遍体鳞伤。周国平说过，唯有小智者才咄咄逼人，小善者才会斤斤计较。计较一时得失，看似没有吃亏，实则失了风度，容易和好运失之交臂。计较蝇头小利，看似有所收益，实则输了格局，容易和成长擦肩而过。越是高情商的女人，越懂得宽以待人的道理。她们理解对方的难处，体谅对方的不易，让彼此的相处变得清爽和舒服。5. 经常不守时守约。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，说好了时间出门聚会，可眼看着时间将至，还是未见朋友身影。打电话询问，却被告知等一下，我还没出门。一天的好心情也在这句话后消失殆尽。心理学家皮埃尔·温特指出，迟到有多种含义，但都指向一个共同点，
那就是迟到者本人希望自己因迟到而引人注目。迟到者以迟到来自视高于别人，让对方在等待不断地想到自己。可这样的结果确实对他人的不尊重。不守时的女人，表面看来是没有时间观点，实则确实自私和傲慢。这样的女人既不珍视他人的时间，也不在乎彼此的感情。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来源于生活点滴的积累，一个人的靠谱与否也取决于日常行为。守时是一种无形的承诺，也是对彼此的制约。而一个不守时的人，即使再优秀，也终将得不到他人的信任和青睐。就像书籍《吃掉那种青蛙》中说的那样，你对待时间的态度，对你的行为和选择都有重大影响。一个人的守时里，藏着你的处事态度。越是高情商的女人，越懂得珍惜时间，管理时间，从而更好地尊重自己，尊重他人。6. 以自我为中心。生活中有2种女人，一种是时时刻刻考虑别人的感受，没有边界和底线，无形中让自己活得很累。另一种女人以自我为中心，只关注自己的利益，从不在乎和考虑他人的感受。电视剧《人世间》的周蓉就是第2种。为了追寻心中的爱情，她只身跑到贵州，多年不归家，害得担心她的母亲一病不起。为了追寻自己的理想，她不管自己的女儿，长期把女儿交给弟弟弟妹抚养，还没有半点感激。这样的周蓉也被众多网友评价为剧中最令人讨厌的角色之一。自私自利之心是利人达人之障。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女人，对周围的变化难以察觉，对他人的经历无法共情，往往表现得冷漠而无情。她们过度关心自己的利益，一心在乎自己的得失，甚至会为一己私欲而伤害他人，罔顾彼此情谊。自私的人只会把路越走越窄。萧伯纳曾说，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总是在抱怨世界不能顺他的心，使他快乐。一个人的心里只有自己，眼里只有自己，会失去开阔的世界与无限的可能。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，只有学会与他人相处，才能换来温暖守望。一个高情商的女人懂得共赢的道理，只有心中装着他人，学会关心他人，才能谱写亲密感情，收获温暖幸福。很认同这样一句话，情商代表了一个人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及认知他人情绪的能力。情商不是与生俱来的，是在不断的经验中得来的。每一个低情商的女人与真实的生活交手时，都难免败下阵来。然而，只要能从此刻开始用心认识自己，并努力加以改进，就能慢慢修炼高情商，在人生路上走得顺利一些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